走啦，你要看医生，你知道啊。朵拉在干嘛？只能靠这个。出来，现在来抗议，抗议我不给他吃饭。蛮早，还要到你的时间呢。今天要带豆豆去看医生，然后给我抬到上呼吸道外科。现在才8点多，没这么早看。我们是下午1点的诊啊，豆豆。我看一下有没有饲料，起来，饲料空了，这明明就还有剩一点点呢。撞到我了。我们家豆豆实在太聪明了，外出笼拿出来之后呢，它就消失了。豆豆啊，豆豆你在哪里呀？豆豆你有藏在这边吗？没有。有在这边吗，小豆豆？哦，找到了。你看，多聪明的猫。走啦，你要看医生，你知道啊。朵拉在干嘛？豆豆来，只能靠这个。豆豆，豆豆，豆豆来，只能这样把你骗出来，没办法，谁认不出来？出来，走，我们看医生去了，走，都知道自己要看医生。豆豆，豆豆，在这里，好了，豆豆，快走，到了啦，进来了，我们要准备去看医生了，快来，进来。进来这里，你豆豆。就是那个时候发现长一颗的东西是在这个鼻咽的地方，对不对？病理看出来的东西跟肿瘤科他们觉得的事情是不太相合的，因为他们觉得是淋巴瘤，但是肿瘤科觉得有可能是发炎反应所造成的。有另外一个病是有机会是，就是猫咪在比较幼年的猫咪，它们会有耳咽管的息肉，但基本上是排除 B 细胞淋巴瘤，目前没有办法排除，还没有办法排除。但是如果到时候发现的确实是那一颗，然后是从耳咽管出来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但淋巴瘤的话，不是比较容易扩散吗？对，而且就像那个李志东医生讲的，通常不会这么久的没发生任何事。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我当然希望一定不是，只是就是我还是很担心，所以还是我觉得很少尤其在年轻的动物，通常有淋巴瘤的进展会比老年人要来得快。对，然后他到现在已经1年，对，然后现在体重到4.6，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良性的这个息肉的机会稍微大一点，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去看一下。先生，豆豆，你说你在看病吗？你是来看病的，你是来看病的，你不是来玩的，林豆豆。趁着天气还不错哦，明天豆豆就要动手术啦。豆豆，再出来走走。不可以哦，那个不可以，虫虫不可以。回家了，你想回家了。好，那好，拜拜。拜拜。豆啊，你不吃啊？你要撑到明天哦，豆豆。应该动手术了，豆豆。保重体力，睡觉了，晚安了，豆豆。他们现在应该都是肚子饿了，但没
办法，一视同仁，好不好？你爹爹要动手术，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你。在弟弟抗议，因为我现在饲料收起来了，因为今天有一次要动手术，所以就一视同仁都不吃，豆豆不能吃早餐，所以他现在在。豆豆，我不吃早餐，我没有办法带你去看医生的。他现在在抗议，抗议我不给他吃饭。那豆豆先进来，豆豆你先进来。好的，这个要扶走了。走，我们先进来，进来这里休息了。那我先喂他们吃饭。你辛苦了，豆豆，带出去了。带豆豆回来动手术喽！你醒来，爸爸就在了，好不好？不要紧张，好不好？好。他最近回去精神食欲还好吗？都很正常。大小便有正常吗？正常。然后他目前喷嚏的状况有变化吗？没有，但是就是会有那个特声音。对。哎，你好。对，豆豆。那我要先带他进去手术室了。哦，好。啊，我不用签，不是要签那个吗？不要麻醉师应该会先出来。那我们先确认一下病患姓名是豆豆，豆豆进行的医疗名称有就是头及胸部的电脑断层扫描，然后加鼻腔跟鼻咽还有耳道内视镜。那刘医师会再用内视镜辅助去把那块疑似是息肉或是团块的东西摘除下来，这样。好。好。对，我觉得不像淋巴瘤，因为淋巴瘤不会这么人这么好的。对啊，因为李教授那时候说。真的是你也不用想太多，因为很快。对，就是我们耳道进来，这是我们洗耳朵可以看到的。然后进来以后会到一个，这个是鼓膜，就一个那个薄薄的膜状的东西。然后猫咪有2个腔室，有第一个小的腔室跟第2个大的腔室，中间这个是中隔，它是把2个腔室几乎完全把它隔开来，但是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缝，所以当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它是可以流通的。对，但是因为这个中隔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在做完鼓膜穿刺或甚至把鼓膜拿掉之后去够到这个东西。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要把这边的东西拿出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从这个地方开上去。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地方开上去，我们头颈有非常多的神经血管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对，通常是开上去之后会在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再把它缝起来。但那里面的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嘛？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吃药的话，有办法。这个东西在文献上来讲是跟中耳炎是比较有关系，所以中耳炎的治疗呢，主要还是靠药物治疗为主，就是我们现在有从这里面抽出了液体，两边分开抽，然后再来是我的鼻咽，我也有直接抽出液体来看这3个东西是不是同个东西，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症治疗。就是我们今天有在鼓膜上面各戳了一个小小的洞，鼓膜穿刺是蛮痛的，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是一般的那个止痛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点像类吗啡类的，所以会稍微让他舒服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本那个肿块的黏膜面，它其实是整个是完整的，所以原本是长在这个地方，对，所以这个是完全已经没有了，所以确实有可能，如果那个是发炎所造成的，像我之前讲的息肉，就是我综合今天听起来就是息肉不见了，那我觉得就是李医生讲了，他只是因为炎症的息肉，所以他把大部分摘掉，那其他的就是退散掉了。没错，但这个就是正常的张了，这个还好，正常的蜡这个是没问题。然后它的耳道的那个表面也都还蛮健康，就只是这个鼓膜不是一个太正常，但是是完整的，所以是没有动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在鼓膜的地方，鼓膜的腹侧的下方戳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培养，这样子。好。有时候我们在麻醉以及插管后，有时候吞咽功能不会马上恢复，所以我们会希望在拔管后的4个小时，我们再开始来进行试水跟试食。好。好啦，我在这里呀。好了，我们回家了，带你回家了。
这样就不叫了。哦，好了，你小力一点，没有了，我们不用再做手术了，不用了，好吧？我们短时间内都不用了。你很棒哦，豆豆，很棒，超棒的。豆豆，我们还不能吃饭，你先休息一下，豆豆。要尿尿吗？好，我帮你开，来，尿。妈妈，你复活了！妈妈复活了！啊，不能咬我！复活了，豆豆。哎，太大力了啦！太大力了。